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我是门祥。蔡政府上任3年来，执行过1次的死刑，枪决了1名的死囚，而到目前为止，还有41名判决定谳，等待执行枪决的死刑犯，其中22名他们就关押在台北看守所，而这些死囚他们都集中在中二社以及校二社。他们和其他的收容人不同，他们不需要上工厂去做工，也不需要被抓公差。每天呢，只有半个钟头的放风时间，他们可以到运动场去活动，而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是关在只有1.368平的空间里头。有人以为死牢里头关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凶神恶煞，这里的囚情应该是最难掌控的吧？但事实上，实际的状况却是恰恰相反。曾经被关在死楼里头长达16年的徐志强，最后他获得平反之后接受我们的专访，他告诉我们，在整座监狱里头，最不会打架闹事、最安静的地方，其实就是死囚的设防。因为他说，一个人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好争的呢？这种日复一日等死的日子，是最痛苦的，也是最折磨的。徐志强说呢，在早年执行枪决的时间，大多都是在清晨的5点多，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就会把新的衣服、裤子、袜子统统换上，然后躺在床上，这个晚上睡不着。等到隔天早上，如果没有轮到自己被枪决，再把那一套新衣服换下来。死囚的日子就是这样子，一天等过一天。进入刑场之后，阴冷的风哈，感觉上就迎面而来了，所以很多人不敢进去了。就是腿软，这是腿软。如果叫我一个人进去，我基本上我也不太愿意啊。今天外面那个切高雷，叫啊，那个一堆狗都在那边切高雷，就觉得好奇怪，那平常没有的现象，为什么那天要执行死刑的时候，突然间切高雷这样？胡关宝在10几名警员押解下，慢慢的走向刑场。在外面多凶多狠啊！你到了枪毙的一天啊，才知道你带不带走。这边是人检站，每一个进来以后，我们也经过清对吧？请问有带香烟吗？没有。要进台北看守所的第一步，所有的违禁品，包括随身的手机，统统禁止入所。一进所内，等同于踏进了与世隔绝的孤岛之中。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人进出，就是对，这里是活人进出的，执行完会从后面。走进门禁森严的戒护中心，举目所及之处，除了监视器，就是冷冰冰的铁栅栏，一层又一层的关卡，隔绝的不只是收容人的自由，更是将外头的4季交叠阻绝在铁窗之外。在这里，设防的配置以中央台为中心，依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编排排列，而位在最前端的忠孝设防，关的就是极刑犯。主要都是20年以上的重刑的，还有极刑的、死刑的。最资深的都在忠孝2社里。台北看守所内等待执行枪决的死刑犯有22人，包括了1996年性侵杀害女乘客的中山之狼徐伟展，2000年因为追求女性有人不成，由爱生恨砍杀对方176刀的王宏伟，2013年潜入前女友家中勒杀前女友及前女友母亲的黄林凯。这些死刑犯犯下的都是天理难容的重大案件，关押时间从最短的2-3年到最长的30多年。不若一般收容同学可以下工厂学一技之长，替未来找寻一丝生机。死刑设防里没有生机。我们跟着所方人员的脚步来到了忠孝设防，隔着铁门一眼望尽，长长的回廊里，除了管理人员的偶尔走动巡视外，只剩下寂静。曾经因为卷入绑架撕票案一度被判死，关押在台北看守所的冤案当事人徐自强，就曾经在这里待了整整16年。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跟一般监狱不一样。怎么说？一般监狱是每天去工厂，是100多人在一起的地方，我们只关在小小的
1.368。这1.368平就是死囚人生最后的栖所。在死囚设防里，死刑犯被禁锢的不只是身体，最可怕的是，连仅存的求生意志也会慢慢的磨耗殆尽。在接受法律这询问、审查啊跟判决以后的话，时间是蛮漫长的。执行上状况当然比较多啊，刚开始新受情绪不稳啊，他可能会想不开啊。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时候是年轻气盛，但经过长时间煎熬之后，他慢慢就会改变。那到最后之后，他也知道他没办法去避开死亡了，那也只能坦然接受。说话都很客气。我在里面看到的是人的另外一面，因为已经没有未来，人会去逞凶斗狠，就是为了要表现什么，为了要争取什么。啊，你去那已经没有明天了，你不用去跟人家争什么名利，所以大家都希望平平静静的过。所以你在里面会看到是另外一面。最不会闹事，最不会打架，最不会吵架，就是死刑犯。不吵不闹，有的只是等待，因为在这里谁都没有把握还有机会见到明天的太阳。所方人员告诉我们，早期执行枪决的速度很快，通常判刑确定没多久就会执行，就怕死囚心里因此有了起伏，影响求情。早期看守所的报纸还会开天窗。如果你3审定验接到了3审定验最后一个通知的时候，那差不多10天之内会枪毙。包括以前你看法务部批准死刑的时候，隔天的那个新闻啊，报纸都会开天窗啊。法务部说，确定可能说几月几号或几天之后要执行死刑。有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那个狱方那个报纸都会刮掉，因为他不让那个死囚看到之后，他心情就开始浮动了。那时候因为报机没有开放，我们的报纸一张大概有7、8个洞，不能看的就被锁里面剪掉了。所以一剪掉的时候，那死刑犯最紧张，老是以为这一块是灯塔，明天要枪毙，后天要枪毙，就老是以为自己。一旦报纸开了天窗，大家就知道又要执行了，但会是谁呢？大家心情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赶快把我执行掉？不执行掉，每天都在这边等着。早期法务部长吕友文任内，1年执行上百个死囚，所以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人被枪毙啊。所有的死囚几乎晚上都不敢睡，因为都不知道是谁啊，会不会是他？所以你知道以前有那个死囚哈，连续就是他们死之前，他们都会在柜子上面准备一套新的衣服。那你如果说那天知道说听说那天要执行死刑，那他们那天晚上就洗完澡之后就会把新衣服换上。人要走最后一条路的时候，当然是希望说穿得干干净净的，鞋子、袜子啊、衣服啊，有时候你会想，你会换一换啊，会把它穿好啊，都穿好就对了。等他，没有就脱下来啊，就明天再来啊。直到天亮睁开眼，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就这样，每天日复一日，无尽轮回。尤其早期执行枪决的时间大多在凌晨，所方人员在前一晚接获执行通知后，当天凌晨3点就会通知死囚，因此凌晨3点的开门声成了死囚的丧钟。他铁门一开，你只要听到铁门，他会从楼下声音咔咔咔一直上来，一直开唱。那你不知道要来带谁啊？所以你就会不知道会不会是自己。他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全部的铁门打开，那个管理员全部一排拿上去警戒嘛，啪啪啪啪一上去，那个声音在宁静当中那个真的很震撼力。那开门真的如果是他就走，就出去跟着出去嘛，那个假寮拉着对。铰链会声音，那有的叫小较好，较早也该给关，关你又无听，刚好听到那门外开的声音。你看3、4点的时候，你拉着假寮走就都有那种假寮那地上拖那锵锵锵那种声音。
静谧夜里的脚镣声回荡在整个舍房，听起来格外吓人。这一夜，没有人能够安眠。然后台龟大搞啊，那一天特别乖，整栋特别乖。刑场毕竟是一个生死相隔之地，自然会有许多民间的习俗的传说。而在刑场的大门口呢，就供奉了这一尊地藏王菩萨，希望能够引领死囚，如果还有来生，能够重新的好好做人。但是等到真正踏进刑场之后，又有多少人能够坦然面对死亡，没有挣扎呢？每每听到夜里金属脚镣的碰撞声，就知道今天晚上又有人要步上刑场。实务上，他们这一段要很勇敢的走出去是比较少，他们会畏惧，所以他们脚会软，而是由我们救护同仁搀扶着他。从踏出舍房的那一刻起，死囚心里都知道时间到了。所方人员会将死囚从忠孝舍房带往中央台验明正身。好，因为执行死刑要在监狱，那我们这里是看守所，所以我们收容人带下来之后，会在这里移交给本监，也就是台北监狱，然后再由台北监狱交接给高检署。因为执行死刑的时候是由高检署来执行，所以本监他会把人再交给高检署。根据监狱行刑法的规定，枪决必须要在监狱执行。但是位在土城的台北看守所，距离桃园龟山的台北监狱20多公里，30多分钟的路程，其中风险没有人能够担得起。难保这条路上不会有人劫囚啊，而且那个很偏远，风险对，很偏僻啊。方便起见，就干脆就反正很多死刑犯都关在台北看守所嘛，就在台北看守所这边设立刑场。死囚执行当天，从舍房离开后，就得步上生死路。在这里，一墙之隔就是生与死的交界。到这边，我在台北看守所这一条路叫做生死路，是早期死刑犯在执行枪决时候的必走之路。而在这生死路的周遭呢，其实都有一些岗哨，这些岗哨呢，早期都是有戍守人员的，而且这些哨上的人员呢，都会佩戴武器步枪。只是呢，在站哨的时候，通常都是枪跟弹药分离，唯独一个状况例外，就是在执行死刑的那一个晚上呢，必须要全部的子弹都上膛，因为就是怕有个万一。子弹、弹夹要上膛。整个周围要警戒，就是要执行死刑啊。再加上早期执行枪决的频率很高，就怕在这最后一段路出了状况。可是为什么后来听说有长枪，就是因为那时候很怕劫囚。法警、所方人员每一个人都是战战兢兢，而沿着生死路走到尽头就是刑场了。就在刑场大门正对面有一尊地藏王菩萨，大多数的死囚在踏进刑场前都会来这里向地藏王报告。急刑犯在生，我们照顾他；往生，我们也给他送他一程。希望地藏王菩萨引领他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要留恋在这边，来世投生，重新做人。有些死刑犯在伏法之前，也会将自己平时供奉在舍房里的小神像一并带到地藏王菩萨这里，希望能够跟着菩萨继续修行。你要走那条路的话，我先跟地藏王菩萨请安一下，那你那么度我，就是洗净我这些罪孽。深夜里的地藏王在这里挂着几个大红灯笼，死刑犯在这里虔诚祭拜后，接下来一个转身该进刑场了。我们跟着北所人员的脚步，终于踏进了台北监狱刑场。在这里，许多人望之却步。而眼前的水泥建筑后方连接的铁皮屋，就是枪决的地方。尽管外头艳阳高照，但是阳光似乎很难照射到屋子里，里头漆黑一片。而接下来这一段路，将会是死囚最漫长的最后一里路。当死刑犯踏进刑场大门之后，接下来的这一段路就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了。一般在执行死刑的时候呢，在刑场正对面的大楼制高点都会有媒体守候拍摄，为的就是要拍下死刑犯的最后身影。在镜头下的死刑犯呢，其实只有少数的人有办法从容赴死，大部分的死刑犯呢，其实都是双腿发软，必须要由监所人员搀扶下才有办法走进刑场。不管在江湖上再凶再狠，当你踏进刑场的这一刻，在面对死亡的当下，你剩下的气魄还能有多少？那
那个到刑场里面哦，不用人家搀扶的哦，没有几个。你就看到说，为什么那个法警跟他们走进去就站在旁边这样？那其实就是把他撑住嘛。那我看过救小熊，后来就刘焕龙，他进去之前他自己走围墙旁边那条小路进刑场了，因为对面很多记者在拍嘛，他还会跟某某记者讲说，各位辛苦啦，还有没有吃饭呐？这样。进去之前还说，我对不起国家，中华民国万岁，有没有？那个时候那个画面很经典。中华民国万岁！可是有一个人呢救小假败，那个人叫做王宏宇，欧卢啊。那时候他枪击要犯第1名，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呢。可是你知道他那天行刑的时候，他是被拖着出来，卡弄秋弄这样。所以你外面混得多好，多行哈，多敢打包票，100个有95个，到了靶场，没有一个不腿软。在外面多凶多狠啊！你到了枪毙的一天啊，才知道你带不带走。面对死亡，有多少人能够坦然呢？不少死囚在踏进刑场后，仍是用尽心思，就是要多争取一点呼吸的时间。你进去的话，你还要人别讯问啊，高检署检察官还问你资料啊，有的人就跟人就瘫在那边回答，很多人就想要一直拖这样。这边有4个位置，前面是检察官，右边是典狱长，旁边是所长，这边是书记官。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检察官做人别的验明身份，还会了解他有没有最后的一些想说的话，尽量想尽办法。什么那时候，什么上厕所拉肚子的，还要拜拜的，念大悲咒的什么，所以很多就是他希望说能够晚一点，能够拖延1分钟，多活在这世界上1分钟是1分钟这样的。以前也有一个女受刑人呢，她就说：“好，我拜假头点公。”她身上带的那个行李里面还有那个照片，土地公的那个神像摆在那个地方啊，香拿起来点，拜完了，你香插了去，上无嘛爱10分钟啊。那个香插完之后拜完了，我那个观世音菩萨还没拜。后来等他最后说，北塞蛋了，差不多啊，洗干搞。要拖他去的时候，他又跟他讲说他要上大号。一般问起来大概都讲10分钟以上，很少就乖乖的说没有，不用了，不会。而且还会讲说，这个是冤枉的啦，我想乱的。人生最后的这一个关卡，1分1秒都很珍贵。曾经犯下星光集团少东吴东亮绑架案以及台湾社会4大刑案的主谋胡关宝，被枪决伏法之前，仍想方设法，为的就是要多活几分钟。胡关宝那时候被拖上刑场的时候，他是手软脚软，4个人这样把他扛进刑场。那人家讲说，你杀人不眨眼，来救小家败这样。后来才发现说，胡关宝他们在整理他的牢房，说棉被掀开，这里面都是血。为什么？他在里面放血，他希望说能不能隔天早上起来身体虚弱，怎样要枪决前哦，看他可不可以保外就医，就是拖延时间这样。胡关宝甚至在枪决前还说，新竹学童陆正的绑架案是他干的，希望能够多拖延。另外，还要以寻宝为名设局杀人，夺走7条人命的徐东志，在枪决前为了苟活，也是频出怪招。可是，在台南监狱要行刑前的一刻，他最后的愿望是什么？让他拜一下，他就准备行李里面拿出9个那种保丽龙碗，而且每个碗里面还放了东西哦，他就跪在地上就在拜。很奇怪啊！狱方跟所有的人在现场听说，你太气了啦，你摆家有碗是什么问题这样？9个碗代表什么？徐东志还有什么话没说出口吗？他要卖什么关子？那时候大家就很好奇啊，说你是不是有杀了9个人？你还有2个人是警方没有查到。徐东志就跟那个检察官讲说，你想要怎样？可是那个检察官也很好笑，他讲说，我真的很想知道，那是不是你还有杀了2个人没有讲？不过我想知道用其他方式来查。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先把你枪毙掉再讲。包括徐东志，包括胡关宝，他们在死前，他能够多留1分钟是1分钟，想尽各种办法，就是要看看这个人世间。我还是奉劝大家不要等到那最后，你还在贪恋那最后的1分钟、2分钟，其实这没有用。在检疫庭验明正身之后，接下来死刑犯就会被带到这边的刑场，准备要执行枪决。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死刑犯必须要禁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餐。在这个刑场里的这个角落有3张桌椅，这里就是死刑犯吃最后一餐的地方。监所人员通常会帮他们准备便当，而便当的菜色不外乎就是有饭、有菜、有肉，还会给他们1包香烟跟1小瓶的高粱酒。不过监所人员说，这最后一餐能吃得下的人
其实不多。看点其实没有刻意的安排，就是由我们总务科输入人员到外面去买一个便当，那基本上会有一些卤味啦，然后鸡翅啊，或者是鸡腿，或者是牛肉、豆干之类的小菜，然后会再准备1小瓶的高粱酒、1小瓶的矿泉水跟1包香烟。民间习俗，死了也不要当个饿死鬼。尽管也有人把这最后一餐吃得干干净净，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用喝酒、抽烟来麻痹自己面对死亡的恐惧。可是酒一定要准备，他希望说你喝个酒，上路会比较没有知觉这样。像刘万龙是高粱啊，放在啤酒里面当生水这样喝，喝了2杯之后，他抽了1根烟，就去执行死刑。冷面杀手刘焕荣最后一餐以酒烟代饭后从容赴死。至于白案3嫌中的陈进兴，伏法前的最后一餐他也吃不下。陈进兴看到那些饭菜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吃啊，可是你会发现他从头到尾没有腿软，而且他那时候应对还蛮正常。所以他在行刑之前，他还跟那个狱警说：“陪我来家里，也没什么那感觉。”而且他抽完2根烟之后，他还主动跟那些狱警说。因为那个狱警是拿整包给他的，一共看你被夹到当时嘛，对不对？哪知道他抽完2根之后，他就跟他们讲说：“后海赛啊，来啊！”让我们开炮！大概一般他摇1根烟之后，如果他心情还是很不能平复，他如果再要烟，我们基本上会再给他1根烟了。那时间上会拖，也就几分钟而已。大家都在等这一刻。这一刻，不止死刑犯在等，被害人家属也在等。死囚酒足饭饱后，该上路了。那时候有法医在现场，就帮他打麻药。一般食物上注射麻醉，他就已经倒了，还没有死亡，但是已经昏迷了。他就给他搬去了堆了高一个沙丘，然后上面铺了一个草球啊，我就把伊手铐绑起来，俺们在河跑。主要执行的位置应该就是中间那这边不会那么远，就在这里。对，就是翻动最厉害的地方。法医会划他心脏位置，然后针对那个地方来执行枪决。这个用意是希望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子弹如果贯穿，不会因为打到水泥地而反弹，这是基于安全的考量。当他死囚之后就趴在身上，那法医会听心脏的位置之后画一个红色，用红笔画一个圈圈在那边。红色的圈圈是死囚生命的源头，更是了结死囚一生的关键。红圈画上后，伴随着枪声，正式终结了死囚的一生。也要让社会各界知道，有正面的教育意义，拍落我们行行，这是一条不归路。在早年执行死刑，没有装灭音器的，也没有施打麻药。不过后来呢，基于人道的考量，会尊重死刑犯的决定。那么除了人道考量之外呢，施打麻药也能够避免死囚因为挣扎而让子弹给打偏了。我也曾经发生过，明明已经打中了心脏的位置，但是却没有断气，后来又补打了好几枪，甚至还有一个死囚，他同意器官捐赠，但是没有想到人已经送到了医院了，他人又活过来了，这下子该怎么办呢？深夜里的枪响划破夜空，台北看守所的夜里，每逢执行枪决的夜晚，气氛格外诡谲。所以你会感觉那种气氛就让人家不寒而栗，而且你如果走到那边，你会想到说这个地方是专门在执行死囚的地方，那当然气氛不大好嘛。数百名死囚在刑场画下人生句点，但早期执行枪决时并没有施打麻药，执行死刑并不像现今一样，几声枪响后一切就能归于平静。等到立庭完毕的时候，他当事人也知道他必须要执行，他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刻哪一分钟被打，所以当他吃完饭要往刑场走的时候，他以为会要站到跪倒的时候，其实已经就倒了。猝不及防，瞄准死囚直接就开枪，但并不是每一枪都能打得这么准。那时候因为没有注射麻药，如果枪打到人没有死完的话，人会很痛苦。我开了，弹无掉。然后那个人就一直哀叫，我大概是紧张给他气的，一直挣扎嘛。1974年12月，一名女死囚执行枪决时，法警长从她的背后开枪，却没有一枪毙命。接下来的画面让所有当时参与枪决的人都永生难忘。那个女生竟然大叫，马上在地上就开始爬。以前那个沙堆上还有一些草皮，抓着那个草皮披头散发那样。那个时候法警竟然追上去，在开第2枪的时候，因为他在动，当然是没打到。
抢过那个枪过来，就赶快对着他就砰砰砰这样，才把那个女死囚执行死刑这样。所以以前早期不打麻药，问题也很大。就怕这样的执行方式不够人道，近年来执行枪决时都会先替死刑犯施打麻醉药剂，让死囚先昏睡后，最后这一段路才不会走得这么艰辛。但是也有例外，并不是每一个死囚在打完麻醉之后都能够顺利完成枪决。吴新华强盗集团从1982年起，陆续在新竹地区犯下许多随机杀人案，包括了湖口双哨兵命案，还有许多闯空门强盗杀人跟车行灭门血案。短短几年间，至少14人被害。杀人如麻的吴新华被判处了10个死刑，创下司法史上的纪录。1988年，吴新华踏上刑场。你知道吴新华那个时候，他是自己要求不打麻药。因为他说他已经皈依佛教了，他已经知道什么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出体呀。但是我们向台北看守所查证，所方的回复，那一年吴新华执行枪决时，的确有施打麻醉药剂，但是无论有无施打，法警第一枪打下去就发现状况不对。执行当中，除了打麻药以外，一个年轻法警先开第一枪，那这位收容人一枪开下去之后，当场有哀嚎惨叫声。年轻法警这个时候有一点被吓到，所以他又开不下去第二枪。后面那一位老法警、资深法警就上前给他补一枪。一般受刑人约莫2枪就伏法了，但是法警连打了3枪，吴新华不仅没死，还不断哀嚎。那个时候旁边的法医才赶快跑过去拿听筒一听，他没有心跳声，这个人怎么还一直在动这样？后来那个听筒往旁边移，才发现说哇，吴新华心脏偏右。所以你打左边根本打不死啊！所以那个时候赶快法警拿起来之后，对着那个新的位置，砰砰2枪之后，吴新华才过去。就因为心脏的位置与一般人不同，吴新华折腾了1个多小时才断了气。你可以查那个文件，偏右的大概700个才1个啦。那我想说，那也是包，因为他之前都拿刀杀人嘛，也是让人家割喉，让人家流血死亡，所以他以前怎么杀人的啊？这次可能就是上天有意让他说，你也去尝试一下这种感觉。但是有些死刑犯为了赎罪，除了诚心忏悔外，更希望在死后能够捐赠器官。毕竟他们在世时作恶多端，希望能够借此消除业障，也为社会有一丝贡献。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医学界那时候一直在呼吁捐赠器官嘛，医学团体就把脑筋动到死囚身上，因为那时候死囚不少，所以那时候法务部他也接受了，就在监狱里面就推广说，死囚你要捐赠器官，为你这一生的罪孽做最后的一些补偿，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死囚在执行枪决之前，他也同意器官捐赠。1991年3月，因为强盗杀人案被判死刑的黄家庆，伏法之前留下了遗书，希望弃捐回馈社会。死囚如果要捐赠器官的话，他不能直接打心脏所以他打脑干，打这个从脖子右后方这边打进去，把这个脑干浑水，让你脑死。枪决死刑犯的时候，事先一定要先看死刑那个人的瞳孔，看他瞳孔到底在活着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因为有的瞳孔是有缺陷的。他死了跟他活着的时候有扩大的迹象的话，你就知道他死了嘛，脑死了嘛。不然你灯光一照，他一定就收起来啊。他不但没有收，而且还扩大，你知道死了嘛。所以不会难判断。有经验的老法医都知道，要利用瞳孔来判断死囚是否已经死亡，比较不会失准。你不要以为去摸那个脉搏，去做什么特殊的压颈部有什么感觉，那个都不对的啦，温度不可能啦，因为它干死温度是一样的啦。却没想到这一次的枪决一枪打进去。那这个黄家庆那时候也是打了脑干之后就把他送到荣总因为呢他要捐赠器官的那个受赠者是在荣总，送到荣总之后，那个外科部医生就觉得其实他在救护车上面，他的生命迹象就恢复，就慢慢的一直在增强。送到医院的时候，那医生一看哇，这个已经不是脑死啊，而且那个脑死不是说指数是3吗？他那个时候已经恢复到4、5这样。而且那个状况有渐渐好起来的感觉，医生当然基于医学伦理你这个人没有脑死，我当然不能够强摘你的器官嘛。一度被判死的黄家庆到医院之后，甚至还恢复了自主呼吸，他还活着。这样的状况之下，手术怎么还能够继续进行？以前常常传说什么开3枪没死就没有死刑没有这回事最高纪录曾经有开过7、8枪，你不死再拼命开到死为止。
所以这个黄家庆怎么办？医生不敢摘除他的器官，就叫北所再把他载回去啊。那北所就真的又派车来，又把他载回去北所，再补一枪啊。再补了一枪之后，不敢再走，就在那边等观察。法医也在现场说：“确定脑死。”等到他没有恢复的迹象，这一整来来回回折腾，有没有？已经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器官根本就不能用了。同一个死囚2次枪决，这种状况从来没有发生过。纵使所方再将已经确定死亡的黄家庆送回医院，但是为时已晚。黄家庆想要遗爱人间的心愿也难以达成。但是因为这一件事情，死囚弃捐引起了不小争议。器官捐赠时间分秒必争，只差1分钟就可能让器官受损、移植失败。但是送到医院的死囚若是有恢复生命迹象，身为医生，器官该不该取，人该不该救，每一个环节都在挑战医生救人的天职。而荣总自从黄家庆的弃捐案之后，就不再接手任何死囚弃捐。法务部这几年就没有再继续推广说要捐赠器官了，因为这中间的争议真的很大。你如果像这个黄家庆，他当时开了枪之后，在北所认为他已经脑死，可是送到荣总的时候，他的生命之血，他的生命力很强盛、很旺盛，他还不想死，因为你这个等于活人活摘器官，这是非常大的争议。在台湾执行死刑的枪手呢，都是由2审的法警所担任，一次的执行费据说是3000块，很多到2审的法警呢，根本都不愿意为了这3000块钱去当一个刽子手，因为这个工作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据说呢，有法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触犯了禁忌，结果竟然就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怪事情。那进入刑场之后，阴冷的风感觉上迎面而来，所以很多人不敢进去了。曾经担任台北看守所及北监典狱长的方子杰，经手枪决的死囚就有20多人，看遍了生离死别。但采访这一天，当我们向他问及刑场的事时，一向不太信邪的他，却也说出了这一番话。如果叫我一个人进去，我基本上我也不太愿意。你说什么味道，我也谈不上。就是想到殡仪馆停尸间的味道，应该差不多吧，阴冷冷的。死亡的气息弥漫在整个刑场。台北看守所内，从设立台北监狱刑场后，截至2019年5月为止，有331名死刑犯在此枪决伏法。民间传说刑场怨气重、阴气重，因此不少北所人员若不是有任务在身，也不太愿意踏入一步。他们不敢进去，不敢进去，他都会发抖的。你可以访问一下台北所，你到刑场看看就知道，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味道。曾经有一名北所的女性主管，每逢执行枪决前，总是夜不成寐。若是遇上了清明节祭拜，她总是请假。追问之下，才发现原来她体质敏感，很容易看见那些别人看不见的。我在台北所某一位主管，女性主管，她如果在执行前一天，我所谓主管是属于科室主管他们需要轮值的，那这天晚上她就没办法睡觉。像我们看守所的话，每一年清明节的时候，是我们要拜一些地基公的。那我们拜的话，看守所的收容同学拜，那职员部分是职员会买些东西在大门拜。那所长基本上代表机关说，我一般都会代表他们一起去。那我们去的话，大概都有20-30个人吧。可是那个女性主管她不敢来，她说所长，你们看是20-30个，我看到是40-50个。你们后面还有很多人在一起办，也因此灵异的传闻开始甚嚣尘上。不过我在台北看守所当所长的时候，那时候还年轻呐，那良心话我也不太信邪，所以执行枪决的时候我会去看，那个枪从背后打下去之后，那后面会有一个洞会就浮肿出来，然后血从里面流出来。我们看守所都有宗教师在，宗教师跟我讲说，所长你最好不要看，他说人是有7魂6魄。其实人接近死亡之后，有的魂魄会飞出来，看到你之后，他会记到他最后死亡的几个人。如果有很多这个冤气的话，那万一找到你，对你并不好。我们当时想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有一个重点上好卖得大声声，他死了会很不爽，让他很平静。他打完就死了，对不对？然后你如果把他头拿起来，把他拉起来还看目睭，掀起来是啦，你就怎死啊？
啊，你掀起来，伊拢无啊，你就想，哎，可能还没死啊。这个大开无出来，我的感觉是说，你不要靠近，因为那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他灵魂出窍。啊，这个口径没做好，他哎，根本无死。啊，就注意看后面瞳孔无开，搁开正常啊。无数的死囚命丧刑场，刑场成了生与死的交汇点。民间信仰亡灵也都会在这里徘徊游荡，也因此包括了许多法警、法医还有所方人员开始有了一些刑场的禁忌，让他们可以在执行时可以趋吉避凶。也许不少人会说一切都是心理作用，但是资深的所方人员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铁齿。在刑场里面的禁忌非常多，他们今天准备请了法警都3到5名。会有后面好几个指定一个人开枪，我不知道是谁开枪。对，就是让被执行者不知道是谁。我们也不知道谁法警还是执行。我们称讲说他们叫做刽子手。他这个的话，他很怕被人家看到。哎，看到这个人的话，他记住你的名字。一般负责执行枪决的法警并没有固定，而是依照当日排班轮值，轮到谁，谁就是这一场的刽子手。不被死囚知晓是谁开的枪，也是担心日后亡魂索命。因此，执行枪决时，在刑场的所有人只能够以拍肩示意，绝对不能够喊彼此的姓名。哦，这是真假哦，你蛮滚球，这你起讲高大成的，你今天也来催我呢。我是没有碰到，我们有碰到里面有那个死刑犯枪决的时候，不小心陈某某，哎呦，我害啊，伊也唔得来催。咱2礼拜拢未困了，啊，到尾无法度开始受惊。2012年12月，纵火烧死7舅还有3名小外甥的洪明聪遭枪决。当天晚上，法警开了3枪，洪明聪才伏法。但是就在他伏法后，怪事发生了。那时候执行死囚的时候，他开完枪之后，他们就叫另外一个法警，哎，某某我另外来倒3缸，给淹开啊。死囚伏法后，法警会帮忙先做初步的整理，但是这一翻过来，眼前的景象吓坏了所有人。他一翻过来之后，那个死囚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们吓一跳，以为他还没死啊。那后来一看的时候，那个哦，原来洪明聪已经断气了。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被他瞪到了那个叫了名字，对到他眼神的那个法警有没有？当场就不舒服，你知道吗？人家就讲说那是中邪的征兆，你全身就忽冷忽热，忽冷忽热。除了说你不能够叫名字，不能被死囚看到你的样子之外，那另外一个就是血啊。为什么要离2公尺左右开枪，对着瞄准开枪的？因为你太靠近的时候，你毕竟打的是心脏，你心脏打下去的时候，血会喷出来。因为血是等我们人的一个灵魂，那个让我们活着最主要的一个基本嘛。兄弟也是这样，血溶于水啊。我说这个会是伊的，爱跳来你身躯的是不是灵，嘛会走来你的身躯，你就真麻烦了。你若信的人，你就惊啊。只要摸到这个死囚的血的话，他们马上一件事情就冲到外面，他们就那个洗手台水开，打开就赶快冲水，还会一面冲一面念说啊洗手不干，洗手不干，怕沾惹那个晦气呀。传闻一旦触碰这些禁忌，都会招来厄运。无论是不是心理作用，大部分的人都是宁可信其有。此外，早期死刑犯定谳后，狱方都会帮他戴上一副没有钥匙的脚镣，死囚执行前都会在脚镣塞钱。我们的戒具是固定式的戒具，就铆钉式的，就是让他没有办法去解开。所以在执行的之前，他会塞一个红包，塞这个红包的用意就是希望替他解开脚镣这位的杂役，让他解脱这一生一路好走。他是在感谢替他解开了这位杂役，还了这一生的债，然后希望他往生之后，来世再投胎重新做人。那现在因为符合2公约的精神，已经不适用戒具了。这些红包就像是秋杯钱，有些习俗说秋杯钱不能乱花，要留下来当钱目。但是死囚的秋杯钱不一样，得当天花掉。可是这个钱也不能够带回家，你嘛别使讲我捡起来，我去买些物件用的什么别使。你那天最好就拿去吃喝啊。以前很多人会去泡温泉，因为泡温泉顺便洗晦气。那有的人花不完怎么办？就拿去庙里面捐香油钱呐。你带回去这些钱，听说这些钱你也留不住，而且你还会流失更大，而且那个带回家之后运势就不好了。死囚的秋杯钱得赶快花掉，但是死囚穿戴过的那一副脚镣，却让许多死刑犯抢破头。一个脚镣不可能扣2个死刑犯，
所以你只要拿到那个脚镣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判死刑。哦，一个脚镣扣2个死刑犯机会是0，他们有算过。为什么？啊，那还注戏，对啊，死刑犯较贵的。早期那个脚镣拿回去监狱或看守所里面的话，就开始竞标。真有这么灵吗？据传真的有死刑犯标下脚镣后，非常上诉成功，逃过一死。但是除了脚镣之外，执行枪决后掉落的弹壳也很抢手。那个弹壳也是同样的道理。那弹壳你们只要执行完死刑之后，他们会去沙堆去捡那些弹壳，很多狱警就把它捡回去，也是一样去想尽办法要去把它卖掉。这些子弹也杀过一个执行犯啊，所以这个已经死过了，他就替身了，他就挡运挡灾。一般执行枪决时有辟邪3宝，除了脚镣、弹壳可以镇煞挡恶外，另外1宝就是法务部长用来批准死刑的那一支毛笔。其实那个批准死刑的话，今天如果3个人要执行的话，他们法务部会准备3支新的毛笔，哦，就批1个人就用1支啊。批了之后，通常一般人是很难拿到，因为是法务部长批的嘛，掌管人世间的生死大事。通常法务部长批了之后，他就把这支笔当作礼物送人。之前法务部长曾永富的时候，他在批准死刑的时候，送了1支笔给我们现在的内政部长徐国勇。后来你看，他现在当了内政部长，一路升官，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我不知道啦。可是他确实是拿到曾永富送的1支就批准死囚的那个毛笔。禁忌习俗追根究底，为的就是要让往生的死囚在临死前能够给予最后一丝尊严，并且让世人有所警惕。相信只要心存善念，心中有正气，一切的鬼怪之说也就无足为惧。台北看守所供奉的地藏王菩萨，据传非常灵验，很多在北所工作的人呢都会去拜拜，祈求阖家平安。但据说有一年中元节，因为刚刚接任的所长他做错了一件事情，结果让北所在那1年之内发生了很多离奇的怪事。外台北监狱刑场正对面的这尊地藏王菩萨呢，可以说是台北看守所的镇所之宝。所有死刑犯在执行枪决之前，一定要到这边来跟地藏王菩萨拜拜，希望菩萨能够引领他们在来世重新好好做人。其实，在从1975年以来呢，总共有331名死刑犯在这边枪决伏法，而地藏王菩萨就在这里默默看着这一切。毕竟善恶到头终有报。那以前就是所长方子吉，他请了一个西藏的密宗的高僧，就弄了一个密宗造型的那个地藏王菩萨在这边。因为以前早期真的是执行死刑蛮频繁，地藏王菩萨是不是也自然成为一种心中的信仰？所以那尊地藏王菩萨在北所里面是蛮多人蛮信的，拜故也兴啊。北所这个地藏王菩萨后来就是因为听说很灵验，很多里面在北所工作的人呢，常常包括家里面的小孩要考试啊。家里什么身体不健康啊，都去求地藏王菩萨，你知道？现在反而死囚很少人去求，因为现在执行死刑的不多嘛。据传地藏王菩萨如素，祭拜的贡品大多是鲜花素果。但是有一年中元节，因为继任的所长不清楚，用了荤食祭拜，让北所闹得很不安宁。生类你嘛知影是荤的嘛。地藏王菩萨看到你摕着生类来拜，就坐不掉啊！所以那一年北所就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包括什么有鬼魂又回来啊，包括里面什么不平静啊，怎样啊？最有名的就是卓长仁。我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进过监狱的，如果有进监狱的呢，他就会深刻的体会到住监狱是什么滋味。反共义士卓长仁因为掳人勒索杀害了前国泰医院副院长王玉明之子王俊杰，遭判处死刑，2001年伏法。却没想到，枪决当晚，同舍房里的人就看见卓长仁回来了。卓长仁被枪毙完之后，大家都在排队嘛，那个舍房位置很少，你执行完之后东西清清了的，换新的礼拜啊。那个绰号叫阿志，他一进那个房门的时候，分配到说，哎，你的困卓长仁那些无恙啊。他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开始上吐下泻。到了那天晚上更夸张是，同那个舍房里面的人，竟然半夜3更听到有声音在起来走动。每个人就睁开来看，那个奇怪是像那半夜唔困的嘛。后来竟然看到卓长仁回来了，你知道？卓长仁回来还在拿他上面的柜子的东西哦。啊，看卓长仁对吧？啊，过来杯顶啊，嗰啲宵夜卡置物柜，啊，只讲袂叮当啊，哎，置物柜我的啊。
爱去落去找护理员，4、5个吼，我拢有听到，连续回来好几天。我现在讲你看，给我压起来啊，还去看他一个管理员，那个管理员是香港人，所以隔天天一亮，所有的里面同牢房拼命找那个管理员啊，就跟管理员反映说，哎呀，周长能够瞪来还喜欢哦，而且很多人还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样子，所以后来他们又重新办了一次法会，帮这个超度把它弄说，哎，才没有在后续发生。那你没有照理，没有照规矩来供奉他、祭祀他的话，那当然里面会出很多事情嘛。不仅如此，还有一说，刑场里最里面的墙壁上悬挂的地藏王菩萨画像，也曾经出现无法解释的现象。早期刑场进去之后，最里面那个围墙上面是贴着一个地藏王菩萨的画像。那个画像之前就有人很奇怪哦，他去打扫刑场的时候，竟然有人说，在7月看到地藏王菩萨，从某个角度照片来看，看到他7孔流血。有人看见7孔流血的画像，也有人看到画像里的菩萨脸变成了骷髅头。尽管有可能是因为光影角度的影响，但是巧合的是，每次出现这样的异象，那一年的刑场也会忙到不行。只要农历7月看到那个刑场里面地藏王菩萨那个样子，好像是7孔流血了，那一年就真的会执行很多死刑。高雄监狱有一次执行死刑，结果连续换了好几把枪，都没有办法顺利的击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教委是杨国南，他是属佛教的，他辅导这个死囚，还送了一个佛珠给他。他说：“哦，你要相信地藏王菩萨，他一定会渡大家离开幽冥界。”哦，所以他那个时候说，就送佛珠给他，就是希望说你可以常常念地藏王菩萨灭定罪真言。这个死囚也很虔诚。就在监狱里面就每天念这样念了好多年。也许诚心忏悔是想为自己犯下的错事赎罪，这名死囚日夜诵经。就在执行枪决的那一天，怪事发生了。监狱方面就准备了好几把行刑的枪啊，可是那个枪每次拿起来对这个死囚要开枪的时候就卡弹。卡弹，他对空鸣枪的时候，砰又开了，换了2、3把枪，开了将近10枪，对空鸣枪全部都可以击发，唯独对着这个死囚要执行的时候就卡弹。太诡异了，这枪支就是不击发，会是机械故障吗？但怎么可能换了好几把枪，每一把枪都出问题呢？但是在台北所，我这28个人同学看起来，也曾经有1、2次没有击发的。那这种是扳机没有击发，其实有时子弹撕掉还是怎么样，我们搞不清楚。这种情况几乎没有碰到过。前所未闻的状况让所有人全都慌了。那个典狱长叫吴贤长嘛，他就打电话给这个杨国南佛教的那个师傅啊，就问他说：“啊，那你出现这款代志？”杨国南就跟他讲：“哦，原来是那一名死囚，就是他辅导的那名死囚。”他说：“啊，没关系，你就去跟地藏王菩萨拜拜，就跟他讲说，哦，这个人哦，在阳世间的罪业已定。”现在他要执行啊，如果有任何东西啊，你希望地藏王菩萨能够帮他带他走，让他继续修行。果然拜完之后，那个法警再去开枪的时候，竟然就顺利执行死刑。很多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感谢您收看今天《台湾启示录》，我是梅翔，我们再会了。